这就是街舞第5季，没想到请来了这么多的明星嘉宾助力，十足的看点满满。这一次邀请了8位明星助力，分别与舞者合作，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作品秀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的 battle 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嘉宾 crew battle， 瞬间把这个舞台给燃炸了，现场的气氛更是充满了火药味，的确很有看点。8位嘉宾呢，很多都是对街舞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小鬼说自己17岁的时候是看着 Killcat 的 Hip-Hop 视频入睡的，基本是都是伴随了自己的童年跟青春。王蒙呢，这次参加街舞爆出了金句，说到竞技体育比赛就是没有参与的事，没有个胜负欲我来干什么，赢得了全场大鼓掌。说到了街舞的精华所在，赞多的到来弥补了自己的遗憾，他感慨跟众多的舞者一起表演，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的确，这就是街舞，有许多的日本舞者都是大神级别的，自然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精彩的视觉享受。在一起火锅吧，这次依旧是复古风的延续，王一博直接打开了童年回忆，各种的小时候玩过的东西都给我们呈现了，四驱车、吹泡泡的道具等。在现场大家还分享了很多小时候学街舞的趣事。不过这次是复赛的第3场，必然有明星的加入，也有舞者的离开，但是复古的味道还是很浓烈的，都是因为喜欢街舞才会带着这份热爱走到了如今。想想街舞已经走到了第5季，太多的经典名场面都是让我们回忆起来，充满了热血跟能量。仔细回忆一下，我们想到了王一博出来炸到这就是街舞的时候，他用一场队长 battle 一脚踹开了多少人的心房，还有他看到自己喜欢的舞者布布的时候嗷嗷叫的表情失控，让我们重新定义了他，看到了他的真实一面，也感受到了街舞的魅力跟精华所在。在街舞营业中，众多的舞者趣味点评各位嘉宾，更是现场爆料了不少队长跟嘉宾的口头禅。同时呢，他们还会爆笑模仿神，还原了许多嘉宾跟队长的经典语录。最后呢，我们还要说，这次的嘉宾助理中有我们熟悉的小鬼、程潇、王蒙、赞多外，还有刘畊宏的到来，现场更是直接爆料，来的时候还做了90分钟的跳操直播呢。当时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，王一博都吃惊到张大了口。这一期节目实在是特别的精彩，主要是嘉宾的到来给了太多的惊喜。他们因为参与到这类竞技型的综艺，都是带着很强的胜负欲的，更多的是想要表达对街舞的热爱，还要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次的录制，大神跟队长还有嘉宾都带来了现场的 battle 大混战，这个无疑是最燃的。好期待王一博的现场 freestyle， 真的许久未见，有点小激动了。2018年9月，王一博登上风度 Men's Anno 的封面，虽然那时的王一博还没有后来的大名气，但可以在他稍有姓名时登上这本男士2线杂志，也是很可以的了。当年为王一博拍摄的就是著名摄影师王子谦。在2018年王一博并没有爆火的时候，王子谦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于王一博的喜欢，感慨于他的帅气，惊叹于他的美貌，赞叹于他的敬业。如果那时候的王子谦有段位，那一定是现在摩托姐姐们吹彩虹屁的程度了。而4年之后，2022年，王一博登上智足 GQ 封面刊，与梁朝伟、程耳一起为无名开启了宣传，拍摄者正是王子谦。在王子谦镜头下的王一博，穿着棕色打底衫，在车中静坐，思索着，简简单单的动作，经由摄影师的举措，沉稳的气质中，那股神秘感油然而生，似乎民国时期的叶秘书就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他的思绪也有眼前之景，想到曾经的枪林弹雨，王子谦拍得很好。对比4年前的王一博，在同一位摄影师的镜头下，王一博原本的稚嫩已然褪去，经过对比，他的气质也是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可无论何时，4年前的王一博完美的诠释了少年意气，正如风度 Men's Anno 中给到王一博的评价，少年迅猛，加速成长。那时的王一博即使没有经过功成名就的洗礼，没有所谓的红气养人，却依旧将自己浑身的尖锐之气收敛，有的只有一出屏幕的冲劲。即使动作表现的漫不经心，可作为少年人的朝气依旧在摄影师的镜头下呈现，那是一种不需要用更多言语来展示的感觉。王一博做到了，摄影师捕捉到了，观众们也体会到了。曾经的王一博在面对静态杂志的拍摄都能游刃有余，更何况这4年来，他早就被各路摄影大师们拍过，有着更多的镜头变现经验。面对着要表现出与无名叶秘书相似的感觉时，微微撑头就表现出的睥睨感、神秘感，在王子谦暗黑镜头的表现中，已经做到了二者的完美融合。似乎王一博的每一次杂志，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种美的体验。他的脸一古一今，
又极具时尚表现力，无论是何种风格的主题，他都能表现得很好。也就是如今买王一博的杂志还限购，否则的话，全网杂志销售排行榜中，王一博始终占期的比例可就又要大大增加了。也是因为限时又限量，粉丝自己还限购，才会造成如今王一博杂志一本难求的现状。抢售软件在开售期间，其他家是别想着买东西了。如此恐怖的购买力，除了这个人是王一博之外，自然与摄影师的功劳脱不开。毕竟拍得好才会有更多路人来买，否则就是自家粉丝都要骂人的程度了。与这么多摄影师合作下来，王一博收获了众多好评。他的气质、身材、时尚感、敬业度，在专业摄影师心中与缪斯合影。长空之王汹涌来袭，王一博定档宣传引发热潮，还未上映就已经被预测为国庆的扛鼎之作。导演刘晓世作为宁浩导演的学生，同样备受关注。人类是否该被标签固化？又该如何在混乱的迷雾中寻求正我？上海艺术界网红聚集上海芭莎艺术展打卡，引发热议。这便是宁浩导演用光影与线条做出的一次突破固化思想，以颠覆重塑精神。疯狂的石头系列是宁浩的成名作，更是他对人生的态度及准则。打破、颠覆、重塑、涅槃，宁浩以疯狂为思绪打造出一场感官盛宴。标签的意义在于撕碎，在固化世界里突破自我，迎接新生的黎明与曙光，在迷惘的雾霾中找到真我，感受真正的静谧与安详。颠覆从不是离经叛道，而是重塑本我的果断与坚韧。精神从不会负重前行，只会在思绪国度中肆意畅游。打破艺术枷锁，以无举感受自由，模糊边界，突破边界，融入边界，是上海芭莎艺术展的核心思想，更是众多艺术界网红争相打卡的原因所在。万人共创画展，展馆中的所有人都是艺术展的创作者、亲临者、聆听者。支离破碎的边界感，迷离无序的冲击感，激昂荡漾的澎湃感，宁浩导演将所有的秩序敲碎，让参观者能直面感受到艺术所带来的巨大冲击。抛弃视觉，用精神感受最无举的自由，摒弃现实纷扰，以沉沦享受愉悦。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高度产物，是思想及精神的伊甸园。上海芭莎艺术展以超越想象的手法，将极度矛盾的虚化与现实糅合交杂，给所有参观者带来了一场深度的思想洗礼。这是思想的救赎，摒弃现实的纷扰，全身心的投入一场毫无边界的艺术盛宴。这是一次洗礼，以沉沦为接引，让精神享受一场磅礴宏大的愉悦。这是艺术展，是现实世界的避风港，是疲惫精神的伊甸园，更是虚拟与现实、本我与真我的交合点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隐形富豪王一博，3年分红4.6亿，却依旧在北京租房住。作为饭圈演技派的领军人物，几乎每次上热搜，粉丝们都欢天喜地，因为这代表哥哥的流量实力。也正是这样才能体现哥哥的才华。相比于动不动花上1亿买房子的明星，王一博的出租房就显得十分简陋无比了。客厅内不仅没有过多的装饰，也只有简单的沙发和茶几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月薪4000的打工人呢。但如果你这样想，那可就太天真了。现任某权威媒体披露，王一博3年为公司营收10多亿，自身所得的财富也是不少的。光家里一块表的价格就高达1.17亿元人民币，怎么样？今后是不是瞬间精神了？让我们继续。同时，作为职业摩托车骑手，王一博痴迷于摩托车头盔的收藏。平时很冷漠的王一博，只要朋友问起这些头盔的产地和价格，就会很开心的讲故事。而且国内的这些头盔大部分都是限量版，一个也就10万左右，这真是有钱人的爱好，我们买不起。当然，这一切成功的背后，还是离不开王一博自己的努力。湖南跨年晚会上，其他艺人担心翻车，选择假唱，唯独王一博自己唱。天天向上主持的那些年，虽然王一博话很少，但每次都认真对待，每次反响都不错。终于，王一博的实力被众人看到，受邀成了创造101的导师。同年《陈情令》播出，王一博瞬间成为了当红小生，随后也成功登上了央视春晚。现如今，王一博已成为商业价值极高的顶流明星，光代言加起来就多达36个，这难道还愁挣不到钱吗？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康师傅冰红茶官宣王一博为代言人的1个小时内，其销量就高达20万多，最终总销售额更是突破了300万大关，这真的不得不让人震撼。王一博的号召力是太大了，
虽然说王一博的学历并不是很高，但是他凭借自身过硬的业务能力，获得了无数人的欢迎，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，还有见识。不得不说，当时金星当着汪涵的面吐槽王一博没有代表作时，汪涵立马护犊子回怼金星。汪涵让所有人知道了什么是明目张胆的偏爱。不仅如此，王一博生日那天，汪涵不仅亲自为他煮长寿面，甚至会带着妻子一起去街舞3的总决赛现场，为王一博现场加油打气。所以说王一博的成功也并非是偶然的。再看了一下他的成长经历，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心有多善。从低谷走来的他不忘初心，时时刻刻想着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河南发生水灾时，王一博不仅捐款捐物，还亲自到现场支援。上海疫情，王一博在捐赠防疫物资的时候，对待所有普通人，王一博也同样暖心十足。早年王一博在赶行程的路上，遇到了一位聋哑人询问路线，他当即停下脚步，耐心的给聋哑人指路，并在聋哑人询问能不能给自己送一句祝福诗，暖心写下加油2字。事后王一博才知道，并没有所谓的聋哑人，那只是一档节目的测试。王一博是被暗访的其中一个，但却是唯一一位愿意停下来指路的。这样温暖又善良的王一博，谁能不爱呢？他是圈内隐形富豪，在乐华提交的上市申请书中就可见一斑。为了保护艺人的隐私，乐华旗下艺人，其中一个名为供应商的流水金额格外引人注目。从2019年至2021，乐华分别向他支付了67万元、1.33亿元、3.02亿元，仅3年的金额就高达4.667亿元，是不是也不很难猜出他名字？王一博11岁就开始学习舞蹈，13岁就已经被杜华挖掘出来，被送到了泡菜国的一个公司培养，自此就正式的开启了长达4年的练习生生活。17岁才算是正式的出道了。19岁那一年开始正式的以主持人身份主持综艺节目《天天向上》。21岁开始就以创造101导师的身份亮相。22岁时凭借《陈情令》的播出而大火。这些都是在王一博一夜爆火之后才被网友们注意到的事情。杜华亲自带着媒体揭秘了王一博成名的内幕，并表示王一博之所以能够一夜爆火，是因为他蛰伏整整7年的时间，才将自己的本领展示到了观众的面。很多人都觉得王一博的现在非常的好，但是唯独大张伟会说一句，是用童年的快乐换来的。由此可见，成功的背后都是无尽的辛酸。如今的王一博还是20多岁的少年，却已经经历过低谷，锻炼出了一颗强大的心脏，相信未来的他也一定会发光发热。